既然进了蒋家，就别指望着老乡董书杰能有本事来救你。他为了逃命能抛下你第一次，自然能抛下你第二次。江督军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自从1个月前督军留我，我便全心全意追随督军，不敢再有欺骗。那你说，为什么照你说的一直就唯独董书杰，却连他手里的残兵你也都没有看到？或许是董书杰那边出了问题，或许是他也欺骗了我。你可是他的心上人，他会瞒着你？我听说海城少帅对董书杰所说的命事极为重视，他定会想办法救董书杰的。你可知道骗我的话有什么样的下场？我不敢欺骗江督军。督军，可否为我请个医生？我好像智藏。来人，将他扔进柴房。不要，叶灵，求求你不要！给他灌下去。这是蒋叶灵的孩子，你们不能杀他。一个从敌军府邸带过来的卑贱货，也敢把自己肚里的孽种和叶灵扯上关系。你就是方景瑜。我那位嫂嫂出身名门，人长得漂亮，名字也好听得紧，姓方，名景瑜。方景瑜，他跟我长得竟有7、8分像，难怪蒋叶灵见我第一眼时脸上的表情那样奇怪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我的名字？继续灌！真当什么下贱而已，都配生下叶灵的孩子？你敢打掉叶灵的孩子，就不怕他找你麻烦吗？就是叶灵托我来帮忙处理掉这孽子，你说我有没有权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睡够了。叶灵，救救我，我好痛。待一晚柴房而已，在这装什么矫情？嫂嫂这是心情不好。怎么，你是心疼你的花了？能被嫂嫂这般美人修枝采叶，是他们的福气。他也没了利用价值，你不让他自生自灭便罢了，还要带他出去丢人现眼。我自有安排的，嫂嫂。把他带出去，别脏了嫂嫂的眼睛。这位姑娘身子本就体寒，再加上喝了落胎药，怕是孩子已经没有了。落胎药？她怀孕了？她怀孕了？从药量上来看，怕是喝的不少，我已无力回天，请督军恕罪。她竟敢背着我喝落胎药，她就这么不想怀上我的孩子？我已开了药，姑娘落胎伤了根基，需要慢慢食疗，吃得精细些，尤其不能着凉。有没有一剂药下去？人真的精神的，她这半死不活的样子，看着不顺眼。这说有是有，但对女性身体伤害极大，怕是以后都不能受孕。愣着干什么？那就给她用。好。喝药了。
督军，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了，求您不要剥夺我做母亲的资格。我好心给你用药，怎么还这么一副不知好歹的样子？督军，喝了它。下去。明天跟我去十里酒铺，等着董书记。你最好给我乖乖待着，别给我搞什么花样。别动！你是董书杰的人？少废话，跟我走！别动！刚刚的人是董书杰。是他，他想带我走，我不肯。督军，你说要我等你的。亏他还是一方将领，当真能为个女人做到如此地步。督军是生气了吗？我倒希望他能再痴情一些。这次你有功，我该给你个名分。督军，我很开心。你做我的姨太太，在府内伺候好我，对长嫂恭敬，我便不会亏待你。督军，我会好好听话的。懂狗啊，懂狗！你喜欢的女人，宁可给我当妾，也不跟你走。走吧。号外号外，蒋督军要拉姨娘呢。拉的是哪家小姐啊？是原安城督军董书杰的未婚妻。董书杰若是来了，你晓得该如何做吧？我知道。起轿！嫂嫂，别这么不给面子啊！我第一次带女人回来，你就这样，旁人还以为你不疼我呢。在我这，你还想有面子？好嫂嫂，我好不容易娶个姨娘回来，正热乎着呢，怎么也得先进去拜堂洞个房吧，之后怎么说，嫂嫂说了算，好不好？你大哥娶我的时候是从这正门进的，到了你这，怎么什么贱皮子都能从正门进啊？那嫂嫂把小门打开，我们从小门进去，就不惹嫂子生气啦。哼！我大哥死得早，这小寡妇被我惯坏了，爱耍性子。督军，嫂子似乎不喜欢我。你别记恨她，她这人嘴坏，心却好。她嫁过来的时候便受尽了苦，能肆意些也是好事。她受尽了苦，便能拿我肚中的孩子的命撒气。督军，您做什么都是对的。景瑜她若是能像你这般想就好了。
督军是来问我要枪的，对吗？董书杰今天没有出现啊。督军娶我，原来只是为这个。你已经如愿以偿当上姨娘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于曼不敢，已经知足。昔日的女人被仇人娶了，闹得满城风雨，她竟无动于衷。究竟是我小瞧了她，还是高估了她？今儿白天有人在，我给你留了面子。告诉我，他还有什么用？嫂嫂别急，董书杰爱她至深，将她带在身边，他迟早会自投罗网。能不能抓到毒狗，还是个未知数。你娶个卧底进门，等哪天他一枪毙了你或许都不知道。嫂嫂多虑了，他手无寸铁，就算给他把枪，恐怕也不会用吧。你喜欢他，只是还有利用价值罢了。嫂嫂，别闹。这话该是我说。放手！也不知道这狐狸精用了什么法子迷魂，但有我在的一日，他就甭想卧底再讲火。督军，救救我！督军！贱人！烟雾枪，原来他从未信任过，也不会顾及我死活。如何？我早早便告诉他，有些人看着楚楚可怜，实则狠起来，可谁也不会放。督军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想这样。新进门的姨娘目无规矩，刚进府就想着杀人害命，应当让她知道点教训，把人带出去。来人，将人带出去。督军，督军！贱人，你也配嫁给叶云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你就永远都不可能得偿所愿。嫂嫂，于曼从未做错什么，为何嫂嫂要这样对我？你最大的错就是踏进这个门儿。你磕头认错，我就饶你。怎么不肯低头？不要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晚了，现在去你米跪一天，不然我依旧会把你赶出去。还能走吗？督军来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呢。闹什么脾气啊？你想杀了嫂嫂，而嫂嫂只不过给了你一个小小的教训，你该知足了。知足，在你眼里，于曼到底算什么？别气了，我今晚带你出门，给你买些用得着的物件。你不去打个招呼吗？他是谁？你不认识他？那是他是海城总督军，一直和董书杰有密切联络。你在董书杰身边这么久，一次都没见过他。董书杰从未带我出去过，一直被他囚禁于府中，很久没有见天日了。原来他是这样强迫你嫁给他的。我刚刚听他们说，似乎这次来的都是各方军阀督军，你们聚集在此，是想要做些什么吗？合作吗？你很关心这事，你希望我和董书杰合作？我同董书杰有着深仇大恨，我恨不得让他死。可是，万一你们要合作，岂不是会休战？不会，我与他有誓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那就好。怎么回事？你男人受了伤，你倒是全心全委的回来，贱人！我就说你是卧底，还不懂你男人好。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。
自从你入了府，叶灵这遭殃一次接一次，我就不信这真只是意外。嫂嫂，这次确实不是他的错。董书姐早在军阀们的聚会路上设下埋伏，我早该猜到的。况且，若不是郁闷替我挡了枪，我今日也不会脱险。不知好歹，你们男人都是看脸的东西，这还进门没几天呢，你就只帮他说话了。督军，我先去帮你上药吧。嫂嫂只是警惕惯了，嘴上虽不饶人，但心性是善良的。她说的话不必往心里去。我知道的，嫂嫂是好人。医生，这药喝了这么久，他怎么还不见好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按理说我的方子是没有问题的，会不会是煎药出了问题？贱人，你竟真敢动手脚！嫂嫂，你在说什么？督军，阴阳所熬的药中缺了最关键的核心药材，这才使得药效迟迟无法发挥。若长此以往服用，这手臂怕是都不能再用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郁闷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督军，真的不是我自己给您煎药，只是想着能安心一些，我不知道配的药少了。物证都在，你还想狡辩？叶林，我就说这个女人没安好心，现在你总该信我了吧？督军，真的不是我。去门外跪下，明早上再准起来。嫂嫂一早就心情不好，我今儿特意让人炖了滑嫩的鸡蛋羹，你尝尝。一看到那个卧底我就恶心，你什么时候赶走他？既然嫂嫂不喜欢他，那就让他滚出去。等你气消了，我再找他回来。在他心目中，我或许还比不上方景瑜身边的一条狗。于曼小姐，你好，听说你是我爱而发狂却求之不得的心头挚爱。董书杰，我的未婚妻早在1个月前就死了，我没有公布，倒是没想到居然还有美人自愿来冒充。怎么，你是想代替她？这是个误会。误会？既然是误会，那就去我府邸中好好聊聊，解开这个误会，如何？在我的地盘，一声不吭的就想带走我的姨娘，这于理不合吧？哼，我带走我的未婚妻，有什么于理不合的？我府上的姨娘什么时候成了你的未婚妻啊？蒋先生，你是向来就喜欢夺人所爱吗？夺人所爱？我明媒正娶，抬着轿子让她进了门，她还怀过我的孩子。你说她是你的人？当真要为了他和我开战吗？难道不是董督办先动了这个念头？哎呀，怎么说会儿话的功夫就要打起来了？我过来不是来让你闹事的。少帅，这蒋叶林嚣张可不是1日2日的，而且他占了我的府邸，害得我现在只能住在您那儿。跟我住一块不好吗？正好有些事我要交给你，先过去吧。一天天不想爱国，想报私仇。叶林，你这臭脾气该收收了，好自为之吧。我前些日子还想，董书杰怎么这么沉得住气，如今看来，外传的未婚妻也并没有那么重的分量。什么女人都不过是他的一个新鲜玩具，只想得到手吧。既如此，我们也该做得更好一点。你还没有回门，过些日子我们一起回门吧。也将消息传出去，瞧瞧他是个什么反应。督军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
杀了他倒是便宜他，他如今在海神总督军的眼皮子底下，我轻易动不得，但让他难受还是可以的。督军，那怎么，你不想我与你一起回门？督军，我之前同您说过，我爹的神经有些不太正常。那有什么碍事的？你不嫌弃？我娶的是你，与你爹有何关系？就这样，回府收拾收拾，我们便走。这狐妹子的功夫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！嫂嫂，督军已经在门外等着了，还请您让开。别嚣张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滚出这里。我听到屋里有声音，是您的嫂嫂。也是你的嫂嫂。您希望我将她当做嫂嫂吗？你这么聪明，难道还需要我教你认清自己的身份吗？是，督军。我再也不敢了，大少爷，别烧，我不该避于慢。什么大少爷？大少爷，大少爷就是。爹，这是我丈夫蒋叶林。督军，督军好，督军好。爹，我先扶您回屋休息吧，别再叨扰了督军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告诉我，你爹口中的那个少爷是谁？少爷就是董书杰，他说我不嫁给他，他就灭我全家。我爹怕他真的做出来，便逼我嫁给他。没想到，董书杰一直是个丧心病狂的人，人命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我爹反抗，他便打断了我爹的腿，把我掳到府里，百般折磨，想要让我臣服于他。对一个女人执念至此，注定不会有什么大成就。督军，我们不提他了好不好？我听到董书杰的名字，我没胃口。好，依你。只是岳父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好，我会找人给他收拾一下。回去吧。谢谢督军。督军，我可以住到别院去吗？别院？为何？难道你不想与我住一起？难道你不想与我住在一起？我在督军府的时候，常常惹嫂嫂生气，尽管督军让我躲着她走，却难免还是会碰上。我还在这里，你就要搬到别院住，像什么话？安安心心在府里住着，嫂嫂也不是什么不通情达理的人。督军，我实在是惶恐。之前嫂嫂怀疑我是卧底，生生把我的孩子打掉。尽管是督军下的令，可我还是……嫂嫂她打掉了你的孩子？我一心只有督军，又怎会不想生下您的孩子？可嫂嫂怀疑我也没有办法。没想到她竟然干出这种事。督军，我想离开嫂嫂的视野，不打扰她了。之后我会叫她收敛些。走吧，快到晚饭的时候了。督军，眼睁睁看着自己骨血流失却无能为力的处境，我再也不想经历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好好保护你，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督军以后还会怀疑我，不相信我吗？不会。你最近看到报纸吗？上面可说了好多督军的事呢。都说了啥？当年蒋督军进城后，
首当其冲是死了自己流血归来的哥哥。本该仇恨他的方景瑜，居然愿意入都监府生活。之前方夫人在没有嫁给蒋叶玲的哥哥之前，就曾在蒋府内生活，说不准那时候就与蒋督军有了手尾。怪不得大太太那样针对姨太太，姨太太可真可怜。贱人，你到底在外面说了什么？嫂嫂，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实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而且都是些风言风语，您别上心吧。胡扯！一定是你去报社告诉他们这些谣言，这家里只有你会这么做。嫂嫂，与其在我这儿闹，不如直接去报社问清楚是真是假，问清楚了再来找我麻烦。为你这点破事我去报社，你倒是想得美。我告诉你，若你之后再敢兴风作浪，你这条命也不必。方夫人做的真是太过分了，便是姨娘，也自有身份在，容不得人随意玷污的。嫂嫂也是一时情急才失了理智，我理解，不必说了。可是，帮我把这只千纸鹤扔了吧。是。你回来了。以后若是我回来太晚，你就不必等了。你早出晚归的，我想多陪陪你。辛苦你了。督军一定饿了吧？先吃饭吧。我听说嫂嫂今天来找你了。最近风言风语的，嫂嫂以为是我散布了谣言，发了一通脾气。那新华报社的发行商老板是董书杰的侄子，没他的准许，发行商断不可能冒着得罪我的风险发那些似是而非的言。为什么为你泼了例子？督军，这是怀疑我？我只是想问清楚，你当真全然不知道这事儿？我这些日子一直没有出府，更不要说和董书杰联系，况且我对他是真的痛恨。我这些天去哪儿都有来喜跟着，你不信大可以问问他。好了，这么当真做什么？我只是随口一问罢了。督军放心，我会一直听话，我离不开督军的。我知道。太太，大消息呢！你看这报纸。最近小报总喜欢编排督军和大少奶奶的事，但是督军都澄清了呢，还说自己只喜欢姨娘你一个人，对大少奶奶只有尊重。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我从未当真，只是没想到他会亲自澄清。那是督军把您放心上，不想别人在背后议论您。也许吧。叶莲，男人呐，先理好家，才能治国。这个道理不用我教给你吧？叶离自然懂得大少的良苦用心。你一直未娶妻，虽然只有一个姨娘，但也要好好对待她。至于你那个嫂嫂，你还是赶紧寻处新宅邸，叫她搬出去的好，以免再有风言风语。这督军不好了，他们说我家起火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刚刚。督军，求求你一定要把我爹救出来。我已经叫人去灭火，你先别急，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。怎么会烧这么大的火？寻常人家能不小心点起那么大的火吗？于妹的爹是个精神病，察觉不到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可怜了。报告督军，火已经扑灭了，万老爷未能幸免。督军，一定是人为的。我爹爹一个人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早不出事儿晚不出事儿，偏偏这个时候出了事儿。督军，这是在灰烬中找到的。扔了，继续找。这是嫂嫂的。
我见嫂嫂带过。督军，督军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督军，您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呢？云曼，云曼，叶莲，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吧？这件事情你若不解决好，就别怪我过去插手。小叶灵，你怀疑我？我有什么理由去害那个小贱人？我若是真想他倒，我不如一刀砍了他。嫂嫂，你先冷静。嫂嫂，我有什么不对你跟我说，何苦为难我爹？他年纪已经大了，你连养老送终的机会都不肯留给我吗？谁给你的胆子冒犯？你顶多算个暖床的货色，也敢来诬陷我？说什么我点了你家的房子，我看是你自己点的还差不多。嫂嫂，于曼爹刚走，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。你护着他。好，你蒋叶灵娶了老婆，这个府里怕是早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。我倒不如搬去别院，给你眼前涂个干净。没想到他竟这样狠绝，搬走，蒋叶灵应该会不忍心的吧？好，那你就去别院住。叶灵，在真相调查出来之前，你哪也不准去。从前是我过于宠着你，才让你如今这样放肆。好，蒋叶灵，我真是看错你了，没想到你竟然这般绝情。少帅，事情我这样处理，您可还满意？这话不该问我，该问于曼。于曼，少帅今日亲自来为你主持公道，你还不谢谢少帅？原来是有少帅在，怪不得他舍得处置方景宇。谢谢少帅，小女子感恩不尽。军队里还有事，我就先过去了。叶莲，今后你可别再让我失望。是，少帅慢走。你今日倒是胆大的很。丧亲之痛怎能轻易接过？难道督军没有体验过这滋味吗？抓人讲究证据，就一块玉佩落在那儿，并不能说明是嫂嫂做的。为什么不是别人的玉佩落在那儿？为何落的就是他的玉佩？我爹不能无缘无故的死，我一定要为他讨回公道。放心，我还会查，但事情总归还未查清楚，嫂嫂也可能是被冤枉的。可是，信我。督军，凶手可有消息了？没有，已经追查几日了，一直没有结果。若是难查，便休息几日吧。督军别累坏了身子，瞧你脸色都差了许多。可是我不好看呢，你嫌弃我了？督军这说的什么话？您生的英俊，永远都是好看的。是吗？小时候他们总说哥哥生得好看，偶尔听人夸我，倒是新鲜。既如此，我们画个像吧。少帅这几日请了个画师给他画像，明日就能画完。我跟他要一下。督军这是贿赂我吗？你最近倒是憔悴了不少，看着也瘦了许多。我想让你开心开心。谢谢督军。何须请什么画师？我来给你画一张。好，不过画丑了怎么办？这张脸我从未画丑过。这画的好看是好看，可怎么感觉并不像呢？自然是不可能全像的，我倒是很喜欢。督军若是允许，我隔日就将它挂到卧室去。随你吧。督军，快入秋了，嫂嫂一个人住别院怪冷清的，不如我们将她接回来吧。你不怨她？嫂嫂虽然脾气暴躁了些，
但也做不出杀我亲人的事儿。她毕竟是您的嫂嫂，送走她，您心里也不好受。你真这么想的？杜君，我现在只有你能依靠了，我不能惹你不开心。不好了，太太，出事了！督军接大奶奶回来的路上受到了袭击，马车整个都翻了过去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这是伤到哪儿了？可有事儿？小伤，不打紧。你额前受伤了，肯定会留疤的。我说了我没事，过几日便能养好了。我听说是你帮我求了情。近日天寒，别院偏远又阴冷，想着嫂嫂定会待不惯，便让督军把您接了回来。猫哭耗子假慈悲，我被赶去别院，还不是拜你所赐？你在这跟我装什么良神？嫂嫂若是不愿意回来，余们还可以帮嫂嫂在督军面前求一求，再回别院多几日清静。你敢！嫂嫂，折腾一天了，休息会儿吧。余曼的父母刚离世，有什么不妥的，你多担待一点。你可真护着他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看嫂子吃的用的，可有哪里不习惯？你有什么需求，尽管跟我说。叶灵太忙了，没空理会这些琐碎事儿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一个刚进门的姨太太，也配用蒋府女主人的姿态和我说话？谁给你的胆子？嫂子说对了，我再不济也是蒋叶灵光明正大纳进蒋府的，也算是这蒋府半个女主人。你还真是恬不知耻呀！一个死了丈夫却不肯安分，把不该存在的想法打在小叔身上的人，才担得起这4个字。放肆！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嫂嫂还是安分些好，你杀人的嫌疑还未洗清，刚从别院回来，是还想去牢里住上几天吗？真是翻天了！蒋叶灵真是把你宠得毫无规矩，我这就去找他问问，这蒋府以后是不是就由你一个姨娘只手遮天了？你竟敢打我！你想死吗？督军近日因为前线战事忙得焦头烂额，你还要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打扰他？亏你在这里做了几年当家母，竟这样没脑子！我跟你拼了！不好了，小姐，听说今天督军去了方太太那儿，这会正哭诉个不停呢。是吗？都说些什么了？还不是说您打了他，不让他出房间的事。听说督军的脸很不好看。太太，您怎么这么不着急呢？来喜，今日给督军熬的药都送过去了吗？都送了。督军一直服用的药到今日就用尽了，你抓紧去药铺再抓几副药。记得把这信带给店里小厮，不要抓错药了。瞧您这尽心尽力的，眼里只有督军，也不为自己着想。不好了，太太，督军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督军方才坐在方夫人那里喝了一口茶，没过一会儿就站不稳了，紧接着就吐了一口血。医生怎么还没起来？你们一个个的干什么吃的？你怎么在这？谁让你进来的？督军是我的夫君，他在你这儿出事儿，难道我不该过来看看吗？什么叫在我这出事儿？啊，我知道了，
这一切都是你这贱人设计好的，对不对？你早知道会有这一天。嫂嫂，你自己的嫌疑还没洗脱，竟先诬陷起我来，真当这蒋家上上下下的人都是傻子，竟由着你胡说。你千军万马今日入营，董书杰，这是督军的战略部署图纸。嫂嫂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什么？嫂嫂，您不喜欢我，想把我赶走就罢了，可怎么能帮助董书杰那个禽兽？你明明知道董书杰和督军有着深仇大恨。胡说八道，我从来没这么做过。现在物证都在，你还要怎么狡辩？简直可笑！我和叶明相识多年，我有什么理由去害他？自从督军的哥哥，你的丈夫去世后，你就一直怀恨在心，否则单凭一个我，怎么可能值得您下毒手？再敢胡言一句！够了，都住嘴！叶离，除了医生，其他人都给我出去！于满，我们就在这把话敞开了说。毒是你下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还念着叶明对你的好，就赶紧把解药交出来。督军救了我，还娶了我，我为什么要害他？嫂嫂，比起我，您才一直对督军怀恨在心吧？毕竟您丈夫的死，正是因为督军。我不可能会害他，这种事，只有你这种来路不明的野女人才干得出来。是不是您？就看督军信不信了。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解药还没找到，现在只能靠补药吊着命，这样下去恐怕性命堪忧。我去看看。督军吩咐了，不想见您。好像为了您之前提过一嘴大少爷的事生气了。是吗？那你帮我把这碗粥送进去，我便不打扰了。哎，好。人人都说姨太太爱抢了督军，可为何我却觉得有些不像？督军，您怎么下榻了？身体才刚好一点，可经不起风寒。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看好了，这可是你以前主子的未婚妻，要是看走眼了，不光你要死，就连你的家人也活不了。蒋督军，我真不认识他，我们少爷的未婚妻早就去世了，压根不是他。你又是谁？可知道诬陷是什么下场？我是少爷的贴身丫鬟，也是我们少爷未婚妻去世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，我绝不会认错。我是少爷的贴身丫鬟，也是我们少爷未婚妻去世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，我绝不会认错。他的身份我可以阻止，若有半句假话，我不得好死。方太太可真有闲心，一边起早贪黑的照顾自己的杀父仇人，一边在背地里和董书杰的人勾搭在一起。于满，你还有其他话要说吗？您的好嫂嫂都做到这一步了，董书杰的戏我也确实是唱不下去了。我就知道你这个贱人身份不简单，毒是你下的，我打死你！你打呀，你打死我，他也活不长。你爹口中的那个少爷，并不是董书杰。于曼，那个人是谁？他是这世上我最爱的人，也是对我最温柔的人。将他关进柴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放出来。叶离，
什么？这个贱人就该现在杀了！都给我出去！看来督军身子好得很，都能下榻走路了。你若说出那个男人是谁，我不杀你。你没资格问，也不配提他名字。那你便一直在这里待着，什么时候愿意说了，再出去。想好什么时候说了吗？那个男人是谁？督军，喝酒会触发毒性的发作。蒋督军要是不想死那么快，还是少饮为妙。回答我的话！您喝醉了，我叫人送你回房。你还真是死不悔改！放开我！蒋叶林，你放开！混蛋！给我生个孩子吧！做梦！你想都别想！你放开！放开我！我昨儿个听蒋府的人说，方夫人这2天急疯了，说是蒋督军被梁泽宇的军队轰得就差一口气了，还不肯下前线。这蒋军是什么人呢？他是3省总司令大帅的死对头，2人争配成都快递已经很久了。梁泽宇的人已经订来了投降令，望蒋督军尽快签署。可督军不过张大帅劝阻，硬是扛着重伤带着兵上了。督军是这个血性，小时候就是这样，让人拉也得把他拉下来，命要紧。姨太太，大太太叫我来带您出去，梁泽宇的人打进来了。如果你不归顺我们，这2个女人的下场会比你更惨。你是经过我杀人的，从来都不会让他们死得漂亮。要杀要剐随你便，你们蒋家的人宁死不可能投降。鲫鱼，住嘴！他妈的！最近战况顺遂，你们也辛苦了，不要对他们白费体力。等一下，我要见你们的总司令梁泽宇。方云书把我的名字报上去，他自会知道我是谁。云舒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梁老师，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，当年的场景仿佛还历历在目啊。我也很怀念和文州一起在您手下学习的日子。蒋文州是我最得意的学生，你和蒋月林也是，只是没想到他最后会背叛我，成为我的敌人，竟还杀死了自己的哥哥。我来这儿只求您一件事儿，求您放了蒋叶林。放了他？云舒，你知道吗？这蒋月林杀了我手下多少人？你让我放了他，让我怎么跟我的士兵们交代？他早已毒入骨髓，您放不放，他都活不了多久了。倒不如和他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两家所涉及的产业和商铺可抵万千军火，用来换一个命不久矣的废人。这笔交易只赚不亏。他是个硬骨头，会同意这么做吗？您放心，他必须同意，否则不用您说，我替您杀了他。哼，这世道像你一般聪明的人不多了，到处都是愚昧的莽夫。杀了他，也算给这片净土积德了。那您是同意了吗？云舒，我很相信你，也很欣赏你，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失望。
你说的那个男人是蒋文州。你既然已经知道，又何必一定要问？我只想听你信不承认罢了。督军果然还跟以前一样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所以这几年你留在我身边，是把我当成他吗？你该庆幸你跟文州长得像，否则我早就把你杀了。云曼，云曼，嫂嫂这半年可有让你受委屈？这半年我受的委屈数不尽数，又何惧方景瑜？没想到这10年，你们俩之间竟发生这么多事情。江月娘，你若肯归顺于我，我保证你会过得比现在好。左右不过是一介武夫，不值得您收编。何况是他亲手杀的文州，留他一命以算恩惠，万不可引狼入室。何况是他亲手杀的文州，留他一命以算恩惠，万不可引狼入室。我本以为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还记得文州，没想到云舒小姐也是个恋旧之人啊。弑兄之人，杀了也不足惜。不管怎样，他都是个可用之才，留着他对我有一点用。江夜里，如若你还有点良心，就该见好就收。老是不顾恩怨，在乱世中赏你一口饭吃，那是给你脸，那是给你脸。云曼，你如今的一番言论和畜生有什么两样？如今少帅风采颓然，你的地盘被吞并是迟早的事儿。若你诚心归顺，我便劝老师留你和方景瑜一命。云曼，你说这话时像极了一个蒋文州。所以你还是不同意是吗？你倒不如直接杀了我，更加痛快。你伤好点了吗？你今天不用陪梁子宇，有空来关心我。丈夫身体不好，我这个做姨娘的难道不该过来陪伴吗？我身体不好，不都拜你所赐？你只要好好养伤，我保证你很快就会恢复。你跟梁子宇到底说了什么？我们做了个交易，换你一条命。我宁死不归屈从的。云曼，我不需要你这么做。你就算要逞英雄，也是在战场上，陨落在这儿算什么好汉？况且说到底，不过是用钱买命罢了。况且说到底，不过是用钱买命罢了。你到底做什么？蒋家会愿意拿所有的财产换你。梁泽宇他心里很清楚，现在杀了你，对他没有什么好处。等你出去了，还能去打仗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云曼，这些年你有没有想我？现在这种情况，谁还有心思计较这些？等仗打完了，我们去南边吧。我记得你小时候说喜欢安静点的小镇。我记得你小时候说喜欢安静点的小镇。你还记得我？是的，我想起了，没想到你真的来了陪衬。云舒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当年为什么要杀了文州？云曼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他是梁泽宇的学生，在那人的荼毒下，只觉得西区之上是块圣地，甚至忘自己到底是哪边的人。当他要跟梁泽宇走时，我就知道，终有一天，他的枪口会对准自己人。不可能，文州哥哥只是一个文人，他不可能会杀人的。他把情报泄露给梁泽宇，这跟杀人又有什么区别？你知道多少士兵
因为他提供的文件而死在敌人的埋伏下。怎么会？遗迹里的文章早就已经变了，他已经彻底沦为了梁泽宇的走狗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他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。过几天我会叫老师送你出去。闪开！原以为你只是董书杰的卧底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是梁泽宇的走狗！嫂嫂忘了吗？如果没有我的帮助，你和督军已经死在牢里了。我才不要你这种人救，不稀罕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，谁都不要再提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姨娘，不值得蒋家再拿出一笔钱花。不行，你必须跟我回去。在老师这里我很安全。蒋叶林，你的命我还给你了，从此我们互不相欠了。云舒，你真的要像文州一样吗？督军，您又忘了，我是于曼。你最好祈祷别再让我碰到你，否则我一定杀了你。那是我的话。可惜了，你救了他们，还要跟他们记恨。老师过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云舒，你跟董书杰是什么关系？董书杰？您怎么会问他？昨天他与我谈判，说愿意拿100个战俘，再加1万大洋换你回去。我与董书杰并不认识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之前听说你在嫁给蒋玉林之前还是他的未婚妻，我把你交给他，你是否愿意？您已经做了决定了，不是吗？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只是可惜了，出生的是乱世，你和我终究不能成为一路人。您还是我老师的时候，我是敬仰过您的，但您开始接触我们的目的，就只是为了今天吧？可我们还是相处得很愉快，不是吗？如果蒋文州还在，你会跟他一起去西区吗？不会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这里。简直一派胡言！我什么时候成了叛徒？你进了敌方大牢，却被送进医院治疗，还被放了回来。他们会这样想，无可厚非。少帅，别人怎么看我不管，可你们是知道我的。我正是因为了解你，所以才只是撤了你的职务，并没有让你彻底离开军队。你就给我从通讯兵做起，一步一步再做上来。只要能让我再上战场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唉，辛苦你了。都是那个贱人干的好事，把你害得这么惨，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做了叛徒。于曼只是为了救我们才这么做的。哥哥当年被我用枪指着的时候，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可你还是杀了他，换作是于曼，你舍得吗？他要是背叛了我，绝不会饶了他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得说到做到。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跟他见面的那一天。来喜，太太，您回来啦。督军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少爷因为被梁子宇放了回来，落下了个通敌的罪名，被撤去了所有职位。少帅那边怎么说？少帅给少爷留了机会，派了个小职位，但也不知道他这身体能撑多久。来喜，这包袱里有治疗他病的药，请你务必帮我送给他。好。太太，您不去看看少爷吗？不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
做了人却留恋。都交代完了，可以跟我走了吧？你跟我素不相识，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代价从梁子宇手中换走？仔细一看，你确实和我未婚妻很像，怪不得能骗过那么多人。因为像，所以要把我留在身边当替身。我与他的关系还没到你想的那种地步。那你为什么把我换回来？你不需要知道。嫂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喜今天给了我这个，这是于曼送来的解药，信上说从此以后你们两不相欠，再无瓜葛。他还说什么了吗？只有这些。他倒是说的轻松，说走就走。西去真的就那么好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先服药吧，你的身体要紧。督办去哪儿了？去了西区那边，说是有要紧的事处理。西区那不是与梁泽宇领地交接的地方？他最近经常往那儿跑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督办去的时候，除了郭副官，谁也不带。我出去看看。你自梁泽宇那儿回来，在这住了快1个月了吧？可还习惯？没什么不习惯的，反正都是寄人篱下。待会儿有客人过来，你陪我一起迎接，记得穿得正式一点。少帅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未婚妻于曼。于曼，她什么时候成了你的未婚妻？哈，蒋队长已经和于曼离婚了，所以我重新追回了于曼，这不过分吗？我还以为曼小姐已经傍上梁泽宇这个大师，没想到竟又找了新的。我带于曼去转转，少帅先失陪了。你明知道蒋叶玲会来，为什么让我出席？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他果然很在意，一听到你的消息，立马就赶过来。你是故意的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不用知道，安心做我的未婚妻就行了。从现在起，待在房间里，不准出来。你怎么跟过来了？我来找你问清楚，你为什么又去了董书杰身边？你管得着吗？我早就已经跟你没关系了，快放开我！你是对他还有留恋，你喜欢他？你疯了！放手！我今天必须带你回去。各位先生，如果你们束手就擒，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。是梁泽宇，他怎么会到这里来？这就得好好问你的未婚夫了。看来这次晚宴根本就是一场鸿门宴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督办去的时候，除了郭副官，谁也不带。难道董书杰跟梁泽宇早就有勾结？从1个月前开始，我军便屡次遭到突袭。看来董书杰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叛变了。可是他花这么大价钱把我带回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你跟梁泽宇的关系，留你必有大用，还因为这样可以抓住我的把柄。把柄？他知道，只要放出你的消息，我就一定会过来。他们好像打起来了。少帅是不可能投降的，这里一定会血流成河。我先带你出去。你朝小道走，千万别停下来，到了码头就搭车回蒋府，听到了吧？那你呢？我要回去救少帅。可眼下这种情况，你不光救不了他，还会把自己搭进去。那我也不会当逃兵。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
等我回来，等我回来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叶明呢？他还没有回来吗？他自从听到你的消息，去了那宴会，就再也没回来过。不好了，太太，今天报纸上说董府那地方发生了枪战，无一人生还。不可能，他说过让我等他回来的。都怪你，你个害人精，你就该去死！太太，您先冷静一些。姨太太，姨太太。太太，您醒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叶灵回来了吗？还没有少爷的消息，尸体也没有找到。我去报社再探探消息。太太，万万不可啊！您如今怀了孩子，要小心身体。孩子？医生刚刚来过，说你已经有3个月的身孕了。没想到我竟怀了他的孩子。若少爷真遭遇不测，这就是蒋家唯一的血脉了。太太可一定要为少爷保住啊！嫂嫂，府里的仆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这些都是我亲自做的，应该比他们差不到哪去。谢谢嫂嫂。不用谢我，这是看在你肚子里孩子的份上，为了他，你再担心也多少得吃点。嫂嫂，叶灵杀了文州时，你可曾恨过他？我与他只是家族联姻，本就没什么感情。倒是你就是为了替文州报仇才进的蒋府。若不是你还怀着叶灵的孩子，我必定现在就杀了你。可看到梁泽宇这般迫害我承认，我才体会到与叶灵一样的心境。如今我已经清醒过来了。文州死后，叶灵把自己关了整整3个月。我知道他难过，但纵使担下弑兄罪名，他也毅然决然地做了。我会向他道歉的。届时让他杀了我也心甘情愿。这话等着他活着回来再说。你现在只管安心养胎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快醒醒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我接的消息，董事节的人已经带兵打进城了，他现在正朝着蒋府来，你快穿上衣服，跟着来西赶紧走。嫂嫂，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你先走，我还要留下善后。云曼，听着，给我好好活着。来喜，嫂嫂怎么还没出来？她到底在做什么？大太太身后是为了给太太您拖延时间。董书杰是冲着您来的，看着府里的人都逃了，必有察觉，所以才让我们先逃走。什么？蒋太太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呀！能让蒋叶灵金屋藏娇的女人，果然是个美人啊！少废话，要杀要夺，悉听尊便。跟你这种人，我说一句话都让我恶心。于曼呢？不知道。方景瑜，你知道违抗我是什么下场？老实听话，我还能带你回我董家，做个小妾，留你。我不会说的，本狗贼！借梁泽宇的名头再往这样养我，我用！妈的！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？董少，查到曼小姐的踪迹了，把她给我带回去。狗贼！你给我听着，方景瑜死也不会投敌的。
太太，我先出去找些吃的，您待在这儿，一定别动。外面都是梁泽宇的人，你出去会有危险的。那也总比在这饿死强。太太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小心的。这么久了，他还没回来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嫂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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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嫂嫂。谁？叶灵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这些天都去哪儿了？那天之后，我被少帅掩护保住一条命。逃亡之后，又遇到智商队，他们救了我，我才有机会找到你。嫂嫂她为了护我逃走，被董书杰杀了。这个仇，我一定会报。这次一别，不知道又到什么时候才能相见了。对不起，又要留下你一个人。你在前线好好保重自己，我在家中才会安心。这是南方小镇的房子，是托友人寄给我的，你带在身边，可留一个念想。一定要平平安安的等我回来。明白，我爱你。我知道。